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盛焕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现在来看到中国大陆啊，它不止这个建造潜舰的速度很快，现在设计也是日新月异哦。来看看最新曝光的潜舰，这个是095型的真身吗？好，这个呢是在这个上海的造船厂被拍到的画面哦，说呢中方啊现在好像正在以无以伦比的速度呢送潜舰下水。那最新设计呢，哇出炉了，它竟然是完全舍弃了传统指挥室的围壳哦，这标志着解放军的技术先进，并日益强大的潜舰部队又迈向前进了一步。那么呢，这个无指挥室的围壳设计受到关注哈。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嘛，它是在这个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被拍到的，那就被发现啦。这个造船厂啊，其实它过去呢就用建造大型水面战舰闻名的，也参与了打造潜舰，但是呢，它其实之前并没有打造过核动力潜舰。那这一次下水也没有公开，那么中方公开来源呢也是保持沉默哦，所以这一艘新型的是不是核动力潜舰呢？很有可能哦。好，那刚刚也说到了，它这个无围壳就是驾驶室无围壳的设计是厉害在哪里呢？哦，就是因为它可以增加它的这个航行速度嘛，因为阻力就小了啊。好，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建造的速度更是快，它5年呢就狂造了20艘船。好，就当西方国家普遍都是难以同时建造这么多艘的潜舰之际，中国大陆这5年已经下水了15到20艘潜舰了。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新潜舰的现身也打乱了西方军事学界先前将另一艘新型舰艇认定为095核攻击潜舰的推论。好，所以现在呢，中方到底哪一个是它的新世代主力核舰呢？不知道，真面目再度成谜。好，但是真正可怕的是什么？不是它的这个设计有多前卫，而是它可以怎么样？协同造舰。好，军事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一款新型潜舰的现踪呢，不仅代表着中国海军水下战力是持续的在更新，更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那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各潜舰的制造基地之间呢，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度灵活而且具韧性的分工还有扩张网络。这个水下力量的扩张速度恐怕是远远超过于西方的预期的可以协同跨机器同时建造，所以它的这个速度才能够这么快嘛，5年就有20艘，这个速度真的是西方是难以追上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到美国呢，美国不是最厉害会去建造这个航空母舰吗？那它的最强的这个航母福特号现在呢被人家揭秘了，怎么样？它之前3月的大火竟然是火难以灭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是 CNN 独家取得的最新影片这个火势是比海军当时描述的情况还要更加的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更大。那么这个影片显示了这个水兵睡觉的床铺呢，已经完全烧毁了。那床铺的残骸只剩下烧焦扭曲的金属。天花板呢，也显然的遭到了烈火给掏空电线从天花板垂落，大量的灰烬呢就落在这个床铺的周围。那一名福特号的水兵就向这个媒体记者表示说他在灭火的期间呢，一度认为这个舰艇可能不保了，因为烧的是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的。好，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中国现在造舰的速度非常厉害，然后这个设计也是越来越强，而且它的水下新科技竟然也是出现在了最争议的南海吗？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是神秘的这个漂浮物，竟然现踪在南海卫星影像这个证实了，上周呢在争议激烈的黄野岛谢湖的入口处呢，连续多天都出现了一个高反射性的一个物体那经过了菲律宾的军方评估这个神秘装置呢，大小大概是6乘6公尺的，而且位置是完全固定的。那么美国的监测组织海洋之光也指出了说这个反光物呢是持续存在的特征，不是短暂的一个光学错觉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现在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呢也证实了说他们有收到情资但是他坦言现在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浮标还
还是什么监测仪器哦。但是呢，因为中国啊，在2012年呢就实质的控制该地，所以呢，菲方也坦言呐，其他国家会在这边安置的可能性很低了。好，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黄岩岛啊，就是亚洲最具争议的区域之一了。那么部分的外交官、分析家啊也很担忧啊，说啊，关于它的这个长期摩擦与对峙，恐怕升级成一个武装的冲突。所以现在这个巨型的反光雾会不会就是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呢？哦，不太晓得哦。不过呢，中国啊，在这个南海方面呢，还是不断的一直在这个造陆。那我们来看到啦，这个羚羊礁新造的一个沙滩上面啊，笔直的边缘显示呢，中方啊可能又要在当地去新建另一条类似于美济礁啊、永暑礁啊，还有这个主碧礁上面的一个军用级跑道了哈。看到这个图可以看到呢，好像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围岛造礁嘛。那既然中国一直在造礁，所以现在越南也学中国了啊，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啊，北京一直不断的透过造陆啊来支持广大的领土主张哦，所以呢，现在啊，越南也开始啊，在他所控制的南海岛礁上面来进行了填建工程，但是越南恐怕还是追不太过中国啦。而且啊，我们刚刚说到了中国的造舰能力啊，现在真的是已经让世界望尘莫及了吗？我们来请教这个亮哥。因为在这个东海、台海、南海作战啊，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核动力潜舰啊，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会想方设法来做设计啊。那这一艘神秘潜舰是这样啊，因为它没有那个帆罩啦，就是没有那个指挥室啊，那基本上有作用了，它可以消除寄生的阻力啊，还有涡流的噪音。所以它就比较适合更隐秘的在做快速的前进啊。那当然这就有利于它的攻击了，就是说它是水下高速的前进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比较不容易测到它了。声音小，然后阻力也小，所以速度也快啊。不过有人在猜了，说这个叫095吗？这个会不会有点夸大啊？为什么呢？因为既有的潜舰就已经差不多这个尺寸的了，比如说这个是120米嘛，那中国大陆既有的就已经知道有一艘大概也接近这个尺寸啊，那宽度比这个还宽啊，因为这个宽度只有10到11米，那宽度会影响你的载弹量。因为你到时候要放，因为你如果要放巨浪3啊，那个蛮大的，那个是可以射到美国的那个长程的飞弹啊，导弹啊，核弹头的啊，所以如果是095，它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是说它是要做攻击潜艇，还是做核动力的威慑潜艇？威慑的是洲际飞弹。对，就是洲际飞弹，所以它那个龟背就是要让这个飞弹够高。OK， 它这个大家显然是看起来是攻击潜艇。攻击潜艇，对，看起来是攻击潜艇啊。那攻击潜艇是不是就把它定位为095？还不知道了，因为093跟它蛮接近的。对啊，那攻击潜艇就不是要射远，那可能要配备的是攻击性的一些，比如说鱼雷啊什么东西了啊。不过它主要是制造的速度很惊人啊，对，就是说它量产的速度了。那我觉得这个大概中国在补自己的短板啊。像去年93阅兵，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个水下的无人的那也是长这么118米哦。那个坦白讲也是对付美国用的，就美国在台海跟东海、南海。让中国大陆难以捉摸的战力就是核动力潜舰，而且这个部分啊，因为冷战的关系啊，美国跟俄罗斯都发展的相当前进了。大概俄罗斯跟美国是公认这种核动力的威慑的潜舰是做的最好的啊。那因为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嘛，它又可以射很远，所以就构成讲白了就是。台海战争也好，或者是中日发生战争也好，或者黄岩岛发生战争也好，防不胜防的美军的力量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克服这个东西了，所以才会攻击性潜舰，因为他就是要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边作战嘛，所以就是以数量要多，所以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进度了，大概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可能是095型的增生吗？刚刚将军也补充了很多，得继续请将军来为我们解说。我们把这个老共的潜舰发展分几个阶段呢？最早期什么原级、汉级的，被人家嘲笑是水下的火车，老远就听到了，就很容易抓到。等到俄罗斯把基普级的潜舰给他以后，它的噪音就降低了。到后来更厉害的就是把每一个引进的机器下面都用气垫，就是机器的震动不会传到船壳，那就更静音了。再加上马伟明搞那个共推，就是不用很长的传动轴内燃机来驱动，共推速度加得更快，声音更低。那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第一个，美国的攻击潜舰很多。而且台湾东海岸啊，马里亚纳海沟啊，是美国潜舰最活跃的地区。如果中国要补满这个拒止战略的这个短板，因为这方面攻击潜舰，老共始终输他一筹。前面搞出来的洲际飞弹打巨浪的是做核子平衡的，那这个船呢是做拒止作战的，因为从东海到南海都是老美。Ohio 级、海浪级的这些潜舰非常活跃的地区，中国大陆也非常担心，就是水面上以上的东西用雷达都可以侦测到，但是水下的东西就很难，因为你从北部的宫古水道、巴士海峡都可以贴近到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所以台湾、台东、花莲以东的地方都是老美潜舰非常活跃的地区，所以中国大陆针对这个短板开始改良它的攻击潜舰，就是要取得拒止作战里面东南沿海水域里面的优势，这个是它的着眼。第二个，为什么量产速度快？对，它是大型的船坞加上分段制作，就是说不一定通通在这个船坞来做，很多其他的卫星工厂做好了到这边做组装，所以就像我们的生产流水线一样，最后一个组装，所以就很快。因为大陆连长江沿岸的很多的大型船坞做好了，顺着长江就出来，所以在造舰的优势上面，不像美国都要靠近在海边的造船厂，所以造船厂的数量多，技术好的话，才能够迎头赶上水下的一个战力的优势。另外一个，这个福特舰实在很糟糕，美国花了最贵的钱做了最新的航母，从下水到现在，电动的弹射系统出问题，自己马桶出问题，里面的火灾造这么大，那真是没有办法说它是第一流的航空母舰，这当然也牵涉到士气的问题。第三一个，越南从来没有放弃对海上的一个机遇的野心，听说他造的岛的数字比从解放军还多，所以我们沿海的资源是每个国家都很重视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我们经济海域好像有了一个渔权就沾沾自喜。这个经济海域还包含水下的油矿、天然气矿、重金属核的这个锰核，这都是资源，都是财富，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我们养了这么多年的中油公司，难道没有一点点探勘的野心吗？把这个经济海域让人家日本跟菲律宾瓜分了，还拿渔权好像有过协议，沾沾自喜。等到中国的海警船到这边巡弋的时候，中国的渔船也这边打鱼，我看我们的尾鱼怎么办？对，所以这个东西天天喊主权，这个是真正主权上权辱国的一个事实。不过我们来看到了解放军的造船速度真的是太快了，而且他们竟然可以不同的厂来同时建造。我们请教徐老师。对，这个说到南海争端呢，其实传统上在南海除了两岸啊各自这个
秉持就中国历朝历代从汉朝以来2000多年的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使用跟发现这个群岛的立场之外呢，其他的跟这个两岸啊有这个主权伸索跟主权冲突的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协的4个国家，包括文莱、越南、菲律宾跟这个马来西亚。那其中啊，传统上由于这个地理的邻近性的关系，跟中国大陆这个矛盾最多的其实是越南跟菲律宾这2家。那所以就是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当美国希望在南海这个大家这个弄得比较风高浪急的时候，就会鼓励要么越南，要么菲律宾，你去跟中国大陆进行一些对峙，有时候是军事上的对峙，有时候是水警这个海巡层级的对峙，然后有的时候呢是通过一些自然资源的开发，比如说鼓励越南在海上建一个采油平台啊，或者是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来引起这个敏感的神经啊。那今年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越南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显著的变得比较好，就整体的政治关系，自从前任的他们已故的国家领导人阮富仲任内啊。过去10年，然后到现在苏林接棒原本的公安部部长。那在这个在阮富仲过世之后呢，苏林先是这个接棒了越共的越共党中央的总书记，然后呢，后来现在又加上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他现在等于说跟中国大陆体制一样的，他又是越共中央总书记，又是越南国家主席。那等于说在苏林跟习的这个合作之下，等于说中越之间2个国家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然后呢，两国在对于全球的局势判断上有很多共同或相近的理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越之间在海上的分歧啊，相对来说就可以被放在一个不那么显著的地位。虽然各自还是有各自的立场，但是从2002年中国大陆跟东盟的10个国家一起发布了所谓南海行为宣言之后，那各方原则上都有一个底线的承诺，就是我们要用谈判跟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领土主权分歧，而不要用武力跟胁迫的方式啊，这种东西不能再发生了。而且在这个2002年达成的这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里面，还说了几项啊，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开始准备谈判之外，其他的我们在海洋环保、在海洋科学研究、在海上安全跟这个交通，还有急难救助方面，各方是可以互相合作的啊。当你看到你的渔民或我的渔民发生了这个风高浪急的船难，或者货船碰到什么灾难的时候，不管是在谁的海域，谁进谁就赶快去救，然后没有人住的岛，不要去强行的把它变成可居住化。所以我想，只要域外的势力啊，就除了中国跟这个包括台海两岸跟南海以外，其他的国家不要通过南海问题来借机生事啊。其实南海问题的这个分歧是可以解决的。好，不过现在中国军舰的实力逐渐的来崛起啊，现在南海的变数似乎又越来越多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美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神话现在破灭了吗？川普走到哪推销到哪里的波音啊，现在又出事了。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德国的汉莎航空一架波音7879梦幻客机的起落架，在当地时间周4的中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竟然是意外的塌陷了。可以看到啊，它整个就是往下掉了下去哦。那它的机鼻重摔，这造成了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受伤了。那对此呢，波音公司发言人就回应啦，说公司呢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情况，并正在跟汉莎航空保持联系，要了解这个事故的原因。好，那现在波音的品质亮红灯之外呢，美国的航空业也是雪上加霜，就是因为燃油成本真的太高了。好，来看到啊，美航啊要暂停6条航线啦，通通都是跟这个洛杉矶或者是加州比较有关的地方。那么美航呢就透过声明表示，已经针对8、9月的部分航线去调整服务将为受影响的旅客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是退款。那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燃油的成本实在是涨太高了，所以呢他们才停飞。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波音的品质会亮红灯呢？波音可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标杆呢。好，那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波音797啊，大约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才加入营运的。好，不到4个月就发生了意外哦。这到底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操作疏失导致这个起落架会这样子折断？
还有段进一步的后续调查。那汉莎航空也说啦，说我们正在跟相关的单位通力合作，要厘清这一起事故的确切原因。好，但是很巧的是呢，英国航空公司啊，一架波音787客机在5年前的时候呢，也发生过类似的起落架崩塌的事故哦。好，那这个是2021年1月18日发生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事故。那当时呢，飞机也是停在这个停机坪位上面停放的时候呢，前起落架就发生了坍塌。于是呢，大家就开始在关心了，这是不是飞机前部啊有一个重量问题呢？好，那现在呢，波音的品质感觉好像有一点品质不佳哦。那结果波音现在还是想要来加速量产呢。我们来看到了，波音公司呢，它正在探索要将其737系列的飞机产量大幅提高到远超于他们计划的每月63架的峰值水平哦。这会考验对手空巴公司共享的供应链韧性，以及航空公司吸收创纪录交付量的一个能力。好，那你是为了要跟空巴来这个比拼，所以就把乘客给推向危机吗？好，那更不能输的是什么？是美国的 AI。那美国会使出什么样的浑身解数呢？我们来看到了，川普就说为了要为这个 AI 的供电来铺路啊，所以呢，他动用了冷战法案，砸了8.5亿美元呢哈。这个川普说呢，他要动用国防生产法，投入数亿美元的资金，要去支持美国的煤炭产业哦，包括了升级燃煤电厂，还有推动新煤电项目，以及新建煤炭出口的基础设施。那白宫就说啦，这都是为了要满足 AI 资料中心快速成长带来的电力需求，同时呢，也要提升美国能源安全，还有出口的竞争力。好，但是呢，你用煤发电，真的民众就比较幸福吗？我们来看到了，结果呢，先迎来的是 AI 引发的大规模的裁员潮哦。美国的科技业2年来就已经造成了非常大规模的能源潮了哦。所以呢，用脑的工作呢被 AI 给取代了哦。那体力工作呢？很快也要被机器人取代了吗？哦，于是呢，现在美国的议员就开始要禁止什么？禁止中国的机器人了。这个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主席他们呢联合了2党众议员，提出所谓的保卫美国免受敌对机器人统治法案。他就要求了对中国等外国对手制造的人形还有4足机器人来进行审查，并且呢将被确定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机器人给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那1年内没有接受审查的产品就自动的把它进入给黑名单。好，但是你机器人非常好进，但是粮食怎么办呢？美国的农业部长就发愁啦，说什么？说现在饭碗都在中国的手里了。他说美国在食品化肥等农产品上面呢，对大陆的高度依赖，已经构成了生存性的国安危机了哦。这关乎美国未来250年能不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好，所以你机器人好进，但是饭碗你还是很靠这个中国大陆。那难道美国要逐渐这样子走下去会空心化了吗？请教亮哥。这个787一架要2亿多美元我们台湾中华航空订了24架，2028之前要交机他说要取代空中巴士330那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敲定所以我看这个事件大概让中国又觉得787暂时停购这个非常离谱太扯。787是很高档的远洋客机梦幻客机，就梦幻客机嘛，787-9那是更贵结果竟然鼻头掉下来，这看了谁敢买其实我跟你讲波音不是这次才这样它历史悠久，最近每年只要没出事都是新闻，必出事所以为什么不好销售？因为它已经被空中巴士追过了嘛，那空中巴士就有点进入良性循环，收入多了嘛，研发也多嘛，而且最重要，它没有委外制造，没有像波音那么严重，
波音其实它的品质堪忧，跟大量委外制造是有关。我讲的是零组件啊，那零组件的那个品质就参差不齐了。这个是波音特有的问题啊。货运巴士也有委外，可是它委外的都是比较大的公司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了啊。那至于讲到美国是方方面面，我跟你讲了，这个机器人又要进了。美国当然有，比如说 Boston Dynamics， 它也可以做机器人。美国有好几家公司，那这个就跟无人机一样嘛，你就准备成本高涨，那这个就你能不能够去迎接机器人大量应用的时代，你自己看着办啊。比如说无人机，美国的无人机的成本大概相对于中国大陆了3到6倍的价格，机器人更大只啊。我相信那个成本一定相当可怕了。那现在机器人还没有进入大量应用的时代，未来工厂机器人、家居机器人那个量会大到让你没有办法想象。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众议员是不是因为最近看到那个美国达人秀，看到那个四川小子带机器人上去跳舞，他就吓到了。其实我跟你讲，那种机器人不是大量的啦。真正大量的会从工厂机器人开始，那个量会非常的大啊。而且中国大陆目前的，我们讲那个机器人的运用啊，目前中国大陆大概有30万个机器人在线上，我讲工厂，美国只有40万。中国大陆大概是全世界的总和啊，美国、德国、日本全部都加起来。美国40万，中国30万。美国4万。美国4万。不，美国40万，中国300万。哦，300万。300万。哇，这个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工厂就要开始尽量大量运用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啦。比如说军方本来说大疆无人机不要买，后来还是偷偷去买，因为实在价格差太大。对，真的是太便宜了，所以现在美国的制造业真的是拉不太起来了啦，波音也是问题很多。请教薛将军。首先讲这个波音，这个早就出问题了。他的品管部的经理 CEO 是一个印度人，我来引用太多他的印度的亲戚七姑八八姨太都进来了，所以他的品管出问题，品管出问题是造成前面几次空难事件。那现在这个我起先以为这个飞机可能是降落的角度过大，叫重落地，把这个起落架给折断了。再一看照片，它是在静止状态就塌了。哎呦我的天啊，这个腿都撑不起你重量，还是静止状态。那起飞降落那个撞击力是多大？对，更飞机要降落，它要这个重落地就是角度稍微大一点，摔得比较重一点。但是呢，在某些方面来讲是比较安全一点。我们国军的飞行员很喜欢表示技术，轻落地，那滑的距离就比较长。所以他这个在静止状态就摔下来的话，那实在是没办法解释了。对，怎么好意思还要拼？波音是穷疯了啦，拼命要赶进度。那你越赶，将来出的问题越多。真的是。那将来就中国大陆再去买吧，你就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现在的肥料因为油料不能出来，不能提出它副产品的肥料。再加上乌克兰本来也是大量肥料的出产品，乌克兰的农产品因为打仗根本就停滞了，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就面临全世界缺粮、缺肥料。缺肥料的话，印度的产米大国就出问题了。现在在高温之下又缺水，所以下一个比石油还要严重的危机就是粮食危机。将来很可能最遭灾的就是非洲跟这些中亚的这些国家。所以这个肥料的问题，大家看起来不是好，隐而不显。等它变成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到了收获季的时候就看到了。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蛮严重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农民不种的情况，因为现在前几年种的东西正在收成啊，但是因为现在实在成本太高了，这几年不种的话，过几年开始就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了。但是我们来看到了，美国现在也要回去用煤发电了，这真的是因为太缺电了吗？请教徐老师。是这个现在关于美国的能源的问题啊，当然一方面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这个他们现在能源石油价格非常高涨啊，这个回去想想能不能用煤来发电。再来呢，我们就会看到说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总是伴随着失业啊，可能伴随着有一批人会受害，然后可能一个新的行业或新的这个专业的群体会崛起。那 AI 当然就是给美国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长期以来它的制造业相对来说比较空心化，那大量的人口其实是附着在服务业啊，附着在这种白领，不管是高端服务业或中低端服务业的大端。那现在 AI 崛起之后啊，这个服务以前过去是美国说指责这个外国人偷走我们的工作，说服务业外包、产业外移，然后这个包括他们要给印度的人这个加关税，要把这些服务业抢回来。但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是被 AI 偷走，那这个你到底要怪谁？到底谁能够去 regulate 这个？要么用人民不要用 AI， 或者是让 AI 厂商不要把 AI 迭代这么快变得那么好用，这个国家的力量能不能介入啊？这其实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在5月25号吧，教宗天主教教宗很跟得上时代了，但现在教宗也是个美国人，里奥14世，他就发表了一个天主教历史上首份针对 AI 问题做的通谕，然后他的那个标题就叫“人类的伟大”，然后论人工智能如何维护人性，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如何维护人性。那它里面就讲了，是说我们看到 AI 这样崛起，会可能不可避免的大规模的失业要出现。但他说工作是很重要的，不能为了企业不能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去丧失人类工作的权利。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判断，我这边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工作仍然是人类经验的一条基本的维度。工作的意义不只是让人能够维持生计，也是每一个人能够表达自我、建立人际关系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场所。所以大家为了大家投入工作啊，不是为了吃口饭而已，而是在这工作中，我们能找到我们的价值感，我们能找到我们跟这个世界接入的方式啊。所以他就劝告大家说，我们在处理 AI 这个技术跃迁的时候呢，不能去忽略掉人性的这一块。而且当天啊，这个教宗发表这个通谕的时候，这个 Cloud 大家可能也用这个软件啊，那这个 Cloud 的这个背后的公司呢 Anthropic 它的创始人奥拉也跟教宗一起出席，奥拉就承认，就说现在人工智能所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了科技范畴。他说，我们这些科技公司虽然做出了人工智能的这些 agent 这些载体，但是现在它造成的问题，我们需要哲学界、宗教界、公共事务啊、政府一起来帮我们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包括后面他这个好多的美国企业就说我们要来限制中国机器人，其实在欧洲在 AI 领域也是这样，他们就说我们要去要求美国限制中国 AI， 然后来帮助美国自己 AI 的发展，那当然也成为美国政治一个新的热点话题。但是 AI 确实是需要一个新的法规的来约束啦。但目前为止呢，各国都还找不到一个方法，因为 AI 也是持续的在进步嘛。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现在的世界局势到底是要抗中还是靠中呢？我们来看到啊，五眼联盟呢是罕见的发布了联合声明哦，他示警了，说中国正在利用求职平台来招募西方的间谍，就是这个 LinkedIn。好，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呢发布了声明说，中国利用 LinkedIn 啊，还有 Indeed 啊，还有这个 Upwork 等求职平台哦，一开始呢不是要求你要这个机密资料。看似呢是透过很正常的一个管道来招募，但是呢，他逐渐的用这样子的招募来筛选出目标。好，声明甚至表示呢，部分被接触者被要求要撰写所谓的研究报告哦，这个报酬啊是从数百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有的时候甚至是用加密货币去给钱的。好，那五眼联盟的机构呢也说啊，中方特别锁定了谁呢？锁定国防啊、外交。
情报领域啊的专业人士，包括了什么军事人员呐，还有部署在印太的人员。好，那另外呢，包括了记者啊、智库的员工，能够接触到政府资料的人，也是中方间谍特别锁定的人。好，对于这样子的指控呢，中国方面呢也出来反驳了。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了，五眼联盟这样的一个组织啊，竟然去指责中国的间谍威胁，这个本身就很讽刺哦。因为呢，这个五眼联盟本身啊，就是也是一个收集情报的一个组织嘛。好，那中国大陆的驻英大使馆发言人也说了，说五眼联盟的中国间谍威胁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好，美国啊，天天在外面喊有间谍，但是呢，自己国内的内鬼也不少啊。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 FBI 啊，突袭了一个3500万美元的豪宅，逮捕了一个科技公司的执行长。那为什么要去逮捕他呢？因为美国司法部指控他长达10余年呢，都违反了制裁，向伊朗的核能组织还有国防部等单位啊，提供了受到美国管制的高科技网络安全还有加密设备。甚至啊，这一名拥有美伊双重国籍的公民啊，还透过了什么eBay啊、阿联酋等中间商啊，采购并运送超过了250公吨的美国原产高科技设备到伊朗去。那供应的对象啊，包括了伊朗的原子能组织啊，还有伊朗的国防部啊等等的。他也被起诉了，他涉嫌洗钱啊，还有逃漏税。因为赚了这么多，他竟然还逃漏税装穷啊，结果现在就被抓到了。好，那你以为川普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重视美国的国安吗？也很难说哦，因为怎么样，他的人事任命真的让人家有点看不懂啦。包括了什么呢？他提名的这个国安部长遭到了围剿其他的人事任命也面临到了抵制就是呢，因为啊，这个川普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重视国安，但是他提名了毫没有经验的这个普尔特来出任国家情报总监。那么参议员就痛批啦，说川普提名的代理司法部长呢，只是一个党羽还有一个忠诚派，完全呢是不适合担任全国最高的执法单位，那更别说他提名的这个情报总监了哈。那另外呢，还包括了这个之前这个川普造成的这个什么国会暴动。那之前就有一名男子他被定罪了，结果呢，现在竟然是获得川普政府任用去任职什么五角大厦的政策办公室里面的人呢？之前去策动了这个暴动案，结果现在竟然是高升来五角大厦，这会不会差太多呀？酬庸似乎已经胜过了专业任命，那这也导致什么？导致美国的国防预算大开支吗？就是因为太多不必要的战争了我们来看到就是因为美伊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美军的飞弹，所以现在海马式的预算也暴增了10倍。那么美军呢，明年要采购爱国者萨德的数量呢，都创下了史上新高根据美国陆军2027财年预算案，陆军计划要采购1134枚精准打击飞弹，并且呢，将 M142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采购预算提高逾10倍耶！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现在也对这个自己的党内的人士都看不下去了，包括什么呢？CNN 就报道啦，近期在国会表决争议法案推动还有党内初选中，川普都受挫了，甚至呢，共和党内部即将到来的期中选举部分党内人士已经开始拒绝为川普的极端政策来背书了，让川普陷入了一个四面楚歌的一个政治窘境。好，而且呢，美国众议院呢还通过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那川普就发文指了竟然有4名共和党自己党内的人呢都倒戈了所以他就说这名这个坏的共和党议员，还有其他的民主党议员竟然是无意义的表决中限制了他的战争权利。他说现在是我跟伊朗结束战班这个谈判的一个最终阶段呢，你竟然在这个时候来限制了我的权利，你简直就是不爱国开始在反批这些议员了但是我这样看起来美国真正最大的国安危机似乎就在你白宫里面吗？那我们请教亮哥。这个中国大陆到五眼联盟的国家招募协助国安的调查工作这个我一点都不惊讶，
以前美国对苏联还不是一样互相买来买去。这个谍报战本来就资源的战争啦，除了你个人你的技术要建立之外，那当然收买情报的来源那是最重要的嘛。其实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有钱了。其实真正的原因在这里了。你去看两岸嘛，李登辉时代我们还跟大陆买很高级别的谍报情报，那现在你还有看到台湾在大陆买到很重要的情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坦白讲，就是你有多少资金啊来做情报工作了。那以前 CIA 最有钱啊，现在发现，他也有对手反向来收买。其实我还看过 CIA 的广告啊，在网络上用中文招募，叫中国人来 CIA 上班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没什么稀奇了，只是五眼联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所以他们感到吃惊啊，新鲜。所以以前这种事情不都是苏联在干的吗？现在连中国也在干了，其实这个美国干的更多，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了啊。对。那川普用这个，比方他的情报总监啊，因为现在要有人要补上来嘛，因为原来那一位啊，夏威夷的民主党的议员，他后来离开民主党，2022年离开民主党，跑去帮川普助选，结果川普重用他嘛，那个 Tulsi Gabbard，那个女士啊，她为什么被任命为情报总监？因为她完全没有经验。为什么要完全没有经验？因为就是要他拿刀来内砍的。那个 Tulsi Gabbard， 因为川普认为美国的情报界都是 Deep State， 光是我们讲那个 ODNI 啦，国家情报总监的部门就被 Tulsi Gabbard 砍掉40%的人。哇 ！CIA 也被砍掉了将近10%。所以川普的功能不一样了，就跟那个国务院卢比奥来当国务卿也砍，那卢比奥跟国务院也没什么关系啊，砍啊，所以那个越没关系越能砍，就那个国际开发总署不是被砍得很凶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川普是有一些是当做政治来用的。那位女士啊，最近突然提出辞呈，6月30号要离职啊，她表面的理由是老公得了癌症啊，那真正原因我们就不知道了啦，因为 CIA 对那个女生非常感冒，因为她上来当情报总监之后，砍了人，整天砍他们啊，而且还把过去 CIA 独揽的工作，比如说总统行程的调查，他把它抢回去，所以 CIA 当然很不满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情报的地盘战争嘛。所以果然是内斗。但是这名女士她之前传出有反对过这个对伊朗开战，但她后来是没有承认的嘛，我记得是这样。好，请教帅将军。他那个美国那个反恐情报局那个主任不是辞职，就是他下面的人啊，就是他的副主任。对啊，他就之前就这样讲过啦，就现在这个时候辞职了，是不是也想跟川普来切割一下？好，我们请教帅将军。77年的是78年，我在美国读参大的同学里面很多是情报官。情报官呢有分很多种。他毕业的时候可以到东南亚去当记者，不穿军服了。他退休了可以到台湾 AIT 来当这个战术组的技术组组长。他们情报人员很多。我后来才知道，广太平洋总部在中南亚就有800个情报人员。哇！你情报员多如牛毛，很多种。有一种在家里就是看报，在家看报纸，看报就看你譬如说看台湾的报纸，不管你联合报，他有语言专长。他看完以后写综合报告，写你国家的政情，这是一种情报员。这个应该现在被 AI 取代了。因为你们现在看的情报员都是007啦，不是007了，007那种很少，那种是很精锐的，那不是这个。很多情报人员做的工作，你根本想要当秘书的，当报社的记者的，对，当编辑的，对不对？很多身份，还有 NGO 的，对，他可以从军职产生好像是民职，过2天回去又是军职，对，非常灵活的了。
你看他在太平洋总部在东南亚就800个啊，那个是多少年前了？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所以这种事情啊，司空见惯。你说刚刚亮哥讲了一句话，以前没有钱嘛，买不到了。你知道太空军的什么情报只有美国买得起啊？中国大陆的那个太空军李长福那一票，没有错，连他妈哪个成员驻地在哪里，番号是什么，全卖了。那只有美金大的才买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啊，用奸呢是每个国家都在做的，没什么稀奇。像他这种招募的，那还是我讲的比较中低层比较中低层 low 的啊，low 的。你要像我们上次就买那个中国大陆那个降级军官的，那就是军情级里的精锐才做得到。高等的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徐老师，怎么看这个情报战呢？我想这一节我谈一下这个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关于限制川普战争权利的这个决议啊。在6月3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要求川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议，而且要求以后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必须先获得国会的授权。那这个东西虽然它没有一个立即的强烈的拘束力啊，它只是更多的一个象征意涵，但是大家都知道嘛，现在这一届的美国众议院是共和党占多数，在总共435个席次里面，扣掉目前空缺的席位，共和党有218席，民主党212席，是差6席。但是这一次的投票结果，赞成票215票，反对票208票，所以算来算去是有4名共和党的众议员倒戈了，跑去民主党那边了。而且这一个国会要求啊，这个特朗普以后对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要得到国会授权的报告，这是第4次投票了，前面3次都输了，前面3次共和党都有守住，但是票数的差距越来越少，一直到6月3号这天翻车。就是说共和党的大党边，就是他众议院议长都 hold 不住啊，然后就只能那投票倒戈的共和党议员就出来讲了，人民已经厌倦了，现在这个每加仑的汽油到5美元、6美元，在肯德基州种地的农民连化肥都快要买不起了，因为大家知道嘛，霍尔姆兹海峡它除了掌控全球25%的这个石油的流量之外，它其实也大概有20%的化肥，特别是钾，要从这个霍尔姆兹海峡这个航道来过。所以这其实美国现在通胀的压力也蛮高的，现在大概从5月公布的最新的 CPI 数据，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 CPI 上涨达到3.8%，比3月份的3.3还要高，目前达到了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而且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幅度还在从核心的能源价格向其他的部门扩张，所以其实美国现在压力挺大的。那伊朗现在川普对伊朗有什么策略？因为前2天我们大家也都谈到，以色列现在不是很听美国的话，以色列还是要打，而且他的军队已经跨过了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弄得川普在电话里面大骂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所以6月3号，美国时间6月3号，其实就是我们的昨天啊，那川普就跟媒体说了，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要把美伊的谈判、伊朗的局势跟黎南局势、跟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交火的局势，这2个问题我要脱钩，我不要让以色列冥顽不灵，继续拖累我的谈判，因为到11月我要选举啊，当然以色列本身也要选举啊，很有意思。美国有美国的其中选举要顾，以色列11月也举行以色列的大选，而且以色列现在的2个反对派的领袖啊，他的2位前总理贝内克跟拉皮德已经组成了在野大联盟，说我们要再合作一次，在11月把不得人心的内塔尼亚胡给拉下台，而且目前看起来在野联盟的民调刚开始超过了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组织利库德党跟他的盟友，所以很有意思啊。川普到最后如果合作不愉快，我说那我11月我放生你啊。